那麼以色列有沒有比較這個怎麼說呢？比較客觀比較客觀的國家利益呢？有，比如說什麼呢？伊朗不能有核子武器，伊朗不能有長程打擊能力，不能有非常強大的長程打擊能力，伊朗不能支持地方的游擊隊、區域的游擊隊，對不對？這點大概是任何以色列領導人，大概都會堅持的，因為那是以色列最大的國家安全問題，對嘛？所以換句話說，納坦雅胡這一塊跟以色列國家利益是吻合的。是，但納坦雅胡有一個小算盤，就是我不能下台，然後我不能被抓去審判，我不能幹什麼，這是他小算盤。那小算盤支持他繼續打仗，就真的只是小算盤嗎？不是，還有大算盤嘛。所以我們必須看見這點。那好，那現在這樣，我前面我打了這個哈馬斯，然後真主黨打我，太好了，我利用這機會把真主黨這些勝仗都炸掉了。哎，這樣子真主黨又出來一批，好，我繼續打。然後胡提打我也還手打他。好，伊朗打我，太好了，我也還手打他。那如果我一路都打贏的話，那沒有問題，全以色列都支持我，毫無疑問。今天打得不好，這問題就來了。哪一個國家都這樣啊？這領導人一路打勝仗，那都沒有問題。他一旦打了敗仗或吃了鱉的時候呢，或者生活困難的時候，老百姓覺得說你應該打這個仗。普京不也這樣的嗎？對，普京前幾個月聲望還只有如日中天，現在大家發現說，哎呦，買汽油要配給的，然後吃飯也這個變貴了，大家覺得普京就應該去打仗，完全忘記幾個月前。現在川普也是這個樣子，一樣的嘛，對不對？所以你說大家沒有這些壓力，都有這些壓力。納坦雅胡也有這些壓力。好，那大家說納坦雅胡把這個川普拖下水，他當然把川普拖下水，但是他開頭可能真的不是要騙川普，他真的認為，根據我的從摩薩德那邊得到判斷，只要炸彈丟下去，然後把伊朗這些高層全部炸死，那伊朗內部亂成一鍋粥。然後這個溫和派起來，然後跟這個革命衛隊衝突，所以我們老百姓起義就推翻他們了。这個溫和派或煽動這個民眾支持他，然後最後把這個革命衛隊推翻，那就成功了。哎，當初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時候，本來有人這樣想的呀，對，是不是啊？對不對？所以每個國家，尤其每個集權國家，在這時候呢，都會面臨這種考驗。那現在就是有沒有成功？納坦雅胡是算到了，川普炸彈是丟了，那批人是炸死了，那最後結果有沒有爆發？沒有爆發，因為革命衛隊的去中心化是，革命衛队勢力很強，去中心化，然後他還能穩住政權，老百姓起義沒有成功，然後溫和派沒有辦法有效的煽動老百姓，這點沒有成功。對，那好，停下來了。那大家就想說，納坦雅胡你把我們生活搞得這麼苦，你能不能弄成這樣子？所以大家想要推下去，好。那現在萬一納坦雅胡下台了，上台那個人會不會比納坦雅胡更加屠夫？誰也不知道。我不是剛剛講有一個以色列國家利益在這裡嗎？不可以擁有核子彈，不可以有長程飛彈，不可以有地方的這反叛政。對，所以換句話說，下面上來的那個以色列總理會不會想法跟納坦雅胡一樣，甚至比他更接近呢？你完全不曉得。美國現在打伊朗打到這情況不敢往下打呢，一個考慮就是我沒有把握打下去之後伊朗會變什麼樣。還有這個考慮。對，萬一打下去伊朗4分5裂，打內戰打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哎，有一派控制荷姆斯海峽，我一樣麻煩，就變敘利亞化了。我變一樣麻煩。敘利亞裡面有一支控制了荷姆斯海峽，然後也門那邊支控制了曼德海峽，我們一樣麻煩。對，現在情況就是如此，所以他寧可說我暫時停，我來收保護費。所以川普在多種考量下，他等於說他現在真的是吃肉秤砣鐵了心。不過你剛剛提到，他現在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因為伊朗現在要下台階，可是對伊朗革命衛队最大的利益就是我可以收荷姆斯海峽的通行費。如果我可以收荷姆斯海峽的通行費的話，那我一年是幾千億美金的這個收入，那還得了？那還得了？那川普說 OK，那我來收。那美國有可能去收這個保護費嗎？我這樣講，美國收你敢不交嗎？誰不交啊？所以川普真的可能搞到最後說，誰不交啊？川普說你交了，我就讓你傳過去，你就過去了嘛。然後沒有人敢用飛彈打你，為什麼？因為我壓住他，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相信川普，你比較相信川普啊。所以你覺得川普不是開玩笑的？不玩笑啊！川普真的有可能去收這個荷姆斯海峽通行費。
川普要拿加拿大也不是開玩笑的，川普要拿格陵蘭也不是開玩笑的，川普拿巴拿馬運河的港口也沒有開玩笑，他有人拿到了。對，然後拿加拿大那個誰啊，他上一任總理叫什麼名字？加拿大杜魯道回來說他是真的，他是認真，他不是開玩笑的。杜魯道嚇壞了，他滿臉驚恐這樣講。川普真的，川普講說你加拿大是守不住的，萬一中共從那邊過來，那我完蛋了。所以他還真不是開玩笑，只是，所以我就說，如果是雷根就說這樣好不好？我們一起來防守，這樣對你比較好，對我也比較好。講說哎，這樣很好，同樣的做法不是同樣的目標，但是講法不一樣，做法不一樣，就效果不同。所以我常講，我說他如果講話像雷根，做事像雷根，很多事情都做成了。對，偏偏他講話像川普，做事像川普，很多事情都做不成。那問題就在這裡。所以今天，哎，你要說這個，我們要看到什麼東西的話，就是怎麼樣子摸到川普的脾氣，然後能夠說服他，然後讓他來，不要說幫我們做事，配合我們做事呢？對，這個不是不可能，完全可能。中共現在在想這個事兒啊，對不對？中共要騙川普說啊，這個你拿諾貝爾和平獎，你把台灣海峽搞定了，真的，我提名你的。中共真的是配合他的敘事啊，順着他的毛目。是，問題是我們講的還不夠好，中共講的一定比較好。對，那這問題是川普不相信中共，那現在就是他比較相信我們，所以看我們怎麼去講。對，我們現在回到伊朗啊，美國真的沒想到這個家伙海軍沒了，對，空軍沒了，但剩下無人機跟飛彈控制了荷姆茲海峽，他們居然還可以跟我陪我玩到現在。沒辦法，我只要暫停一下。所以我認為說，川普現在對伊朗的問題呢，是我按一個暫停鍵。好，那我們先簽下來，先穩住了。那你革命衛隊不打飛彈了，然後油輪都可以出來了，油價平穩了，這樣至少我11月的選舉呢，我至少有個利多可以去選。對。那如果不行的話，那我真的翻臉，我就進來收保護費。因為這樣的話，起碼我還可以選舉，對不對？你選收保護費對他？我川普派了軍隊軍艦過來，然後守住了荷姆茲海峽，壓制了這個革命衛隊飛彈，然後我還收了保護費。那你覺得我可不可以選舉？所以在川普的做法下，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是啊，那他只是比較不好看而已。但問題是，你如果說不好看，納坦雅胡好看嗎？不好看。伊朗好看嗎？都不好看。金正恩好看嗎？習近平好看嗎？都不好看。就是我們好看一點點，這是我不贊成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講說，有時候我們應該做的壞孩子，就這意思。所以你從這裡面學到一個是，在這個國際政治上，或許壞孩子才可以有一點糖吃。應該這樣說，你也不能永遠做壞孩子，因為這樣會被人家圍毆；你也不能永遠做好孩子，因為大家會欺負你。對，你比如說時好時壞，時好時壞，所以我才講我說李總統比較厲害。時好時壞，時好時壞，對，本來就應該如此。你說在特別是台灣這樣的小國，而且台灣這樣的一個處境，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對，我們過去跟中國大陸關係好過一段時間，對，但是現在時過境遷，你必須看見中共的轉變，必須看見國際局勢轉變。如果我們作為台灣這麼一個小型國家，你看不見國際局轉變，你不跟着轉彎的話，你最快翻車的了。所以你說台灣太習慣當好孩子，對，我太習慣順從國際秩序，對，我太不習慣去破壞國際秩序，對。所以那時候南海爭端的時候，我不是講過嗎？我說你要趁南海談判可以啊，大家說你有什麼辦法？我說派軍艦下去，對沒有人地方開炮，哇，打個幾天。大家就找你來開會了甚至你對一些什麼小島開個2炮，對你打了菲律賓人了或什麼的，沒無所謂，你去開會就好了。你目的要去開會嘛，那上一定去開會。後來哇，你說不行啊，我們這樣會得罪什麼？我說就是要得罪旁邊國家，不得罪人家旁邊國家，誰會找你開會啊？對，大家想說台灣很安靜很乖了，無所謂了，不就這樣的嗎？今天台灣很多自己找的啦。就太不敢得罪人，太不敢得罪人，所以我常講說啊，當然講的話，我當老師不應該講的話，所以我常常覺得說模範生不好，壞孩子有時候有他的好處，對不對？或者說秩序破壞者，或者說什麼區域秩序破壞，或者說麻煩製造者，有時候有他好處。是，因為我看孫沛之前也想當麻煩製造者，不過他有一點麻煩，他被圍毆。不過另外，我覺得他的時機不太對。他當時在小布希，而且小布希那時候有求於中國。不過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會去注意到說，中國在這個上面有沒有漁翁之利？也就是說，他現在跟伊朗的關係會更密切嗎？他現在在這個局勢，比如如果說大家覺得，你美國在中東在這個情勢上面你也不能搞定，你會不會讓中國在這個區域裡面有更大的發言權呢？哦，那當然會，但是不會大到超過美國，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一層層講下去就知道了。你說現在到這個情況下，會不會有些國家說，我跟中國來往一下？會。因為這些國家本來跟中國就有相當經貿利益，中共不是推一帶一路嗎？對。然後那時候為了石油的關係，跟這些國家關係搞得都非常好。因為中共有個特色哈，他在辦外交的時候呢，他真的比較講究實際利益。美國辦外交呢，還帶一點這個理想主義的色彩。你要搞人權呢，你要搞民主啊，搞投票，搞什麼的，中共不管的。你裡面這個你胡作非為，我都不管你。你只要配合我的利益就行了，对，這點是無所謂的。那我們有時候講說我錢幫助他，但他裡面獨裁，那還能幫嗎？台灣你們不是這樣想嗎？但中共不這樣想，中共講說只要對我的國家利益有幫助的話，我就幫他，我管你獨裁殺人幹什麼我都不管，你吃人肉我都不理你。對，但你只要對我好，那我就好了。所以這個東西是美國跟中國這個辦外交是一個很大的差別。中共對於中東地區它有幾個優勢啊，第一就是它跟這個很多國家呢，尤其跟波灣這6國呢，它經貿關係都比較密切。那其他你說像埃及這些也是一樣的，經貿關係非常密切。這些國家賣油給他，然後跟他買一些這個中低階的這產品，然後甚至買一些武器，當然買的不多。當然現在打出來之後發現效果不太好，除了巴基斯坦那一戰打得好像好一點點之外，其他不怎麼樣。不過不管怎麼樣，大家就跟他有貿易往來，這點毫無疑問。第二就是他對這個國家呢進行很多投資，因為很多是些基礎建設投資。對，基建投資，我幫你什麼蓋運河啦、蓋高鐵啦、蓋鐵路啦，或修機場啦。第一呢，這不是3天2頭做成的。第二就是我給你貸款，人民幣貸款。那你別的地方也不能用，你只能買我東西。你只能買我東西，所以我又促銷了貨品，然後又給了你貸款，你當然也高興，因為你也拿到一些貸款了。比如說你自己不用出全部的錢，你只要出70%錢就給了，你有3成貸款買東西，你雖然買我東西，你至少拿到貨了呀，對不對？所以你至少有東西在手上，那這些國家願意這樣做。所以第一呢，中共跟這些地區國家呢有經貿往來，有經貿利益，那這點毫無疑問。第二呢，我又是很大的石油買家，你們是要賣石油啊？你們的石油，我中共大概40%到45%的石油是靠中東地區嘛，另外是什麼印尼啦，或者說什麼這個委內瑞拉什麼等等，還比如俄羅斯啦這些國家，但是中東必須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跟中東國家呢這個買石油。那中東國家要賣石油也沒什麼太多地方可以賣，那你中國是大買家，那我就賣給你。所以這個部分呢，沒辦法，你沒辦法取代。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剛剛講說“一帶一路”，我推進來了，然後我賣便宜東西給你，這些日用品呢，什麼棉花啦、衣服啦、鞋子啦、鉛筆啊什麼等等，你別的地方買得到，但我中國量大又便宜，我便宜，然後就進來了。但是大家現在慢慢發現有個問題，是便宜，但你在傾銷，對，你傾銷，你把我本地的這個工商業打垮了，所以大家現在開始盤算說到底行不行？所以現在大家還在掙扎，但到目前為止呢，好像還可以。這第二點，第三點就我剛講說，他跟你做生意啊，或給你什麼軍事援助、軍事合作，他不介入你內政。你在裡面殺人如麻什麼我都不管你啊，反正你也不搞民主我也無所謂，反正我也不民主啊，所以你亂搞無所謂，反正我跟你合作就行。最後一點就是，我是個調停者，我沒有軍事干預。美國有軍事干預，美國有，所以中共在調停中就同時一定罵美國的，一定罵美國，因為這樣就是有個對比之後才凸顯說，你看我多好，對，你看他多麼糟糕，他逼你看，他逼你吃民主啊，逼你買軍火啊，逼你幹什麼，我都沒有啊，我就跟你合作，就賣東西給你，給你買東西，咱們倆這個禮尚往來多好。所以調停者的姿態對他來說呢是有利的，對，但是有局限性，因為真的發生問題的時候呢，美國可以派軍艦、派飛機大炮來解決問題，我不行，他沒辦法，我沒辦法。我有敦睦艦隊可以過來，
就這樣子了。然後我有這個什麼叫做什麼這個國際和平衛隊我可以派這個維和部隊過來，然後我派藍盔部隊過來。什麼叫藍盔部隊呢？戴着聯合國的藍色頭盔，夾在交戰雙方當中，雙方打仗會先打到我，這叫維和部隊。他做這件事情，那做這個事情至少坦白說不是一般國家能做的，你必須是區域大國或是國際大國才配做維和部隊。所以你幹到維和部隊，至少就是說，我國際地位提升，這第一點。但是維和部隊最後就是你有沒有能力壓制雙方？沒有能力壓制雙方的維和部隊最後要撤退的，你必須派更強大的力量進來。对，所以最後呢，當比如說以色列跟哈馬斯打到最後，那美國要介入；以色列跟周邊打，美國要介入；或者說這個俄國跟烏克蘭，美國要介入；紅海爆發危機，美國要介入。這些事情呢，中共能夠偷偷做，能夠偷偷幫忙，他能不能真的大刀闊斧把解決問題，還做不到。所以這是它的局限性。那麼你說調停啊，他當然調停啊，但是我可以拉你們上談判桌，我沒辦法逼出一個和平協議出來，然後逼不出和平協議出來，那我就認了。美國逼不出和平協議出來，那我自己來幹，我來收保護費，我臉一抹，我當壞人，你拿他沒辦法。所以中東國家現在，所以你剛問說，中共在中東地區發言權會不會提升？會，但是有沒有提升到超過美國地步？當然沒有，因為他沒有實質影響力。他沒有這實質影響力。還有一點就是，中東國家很多啊，大家忘記信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反共的，伊斯蘭教是反共的，中共是滅教的。而伊斯蘭教非常清楚，所以伊斯蘭這些國家跟中國建交都比較晚，因為他們曉得這點是有矛盾的。對对对。最後大家說，就好吧，我們不要看這個東西，我們有實質利益，那就來往吧。所以伊斯蘭不管他怎麼樣，說到最後他一定反共，是中共心裡也有數。那麼這點有基本矛盾，有基本矛盾，因為所以那時候其實台灣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非常好，台灣跟約旦跟很多國家關係非常好啊，這些國家跟台灣斷交的時候都依依不捨啊，這講得很清楚，我們沒辦法，逼於形勢啊，因為美國倒過去的時候，我們知道慢慢過來，所以中東國家現在他們的政策大概跟南韓非常像，安美經中，安美經中，安全靠美國，經濟呢跟中共，大概是這樣。但如果說中共的經濟角色慢慢後退的時候呢，那麼中共在地區的發言權影響力呢會大幅下滑。好，那另外就是在這一個過程裡面，你剛才提到怎麼順着川普的毛摸，非常的麻煩。那這也就是變成他個人的風格。我們常常講，在國際社會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那現在還要去專門去伺候這個川普的這個感情或者他的這個情緒，所以就變成非常捉摸不定。在這樣的捉摸不定的狀況下，你等於說今天就讓台灣很多人覺得，我現在這樣的美國這樣這個狀況，它還可靠嗎？我還可以這麼非常毫無保留的相信美國嗎？這個問題只是問題的一半呢。問題另外一半就是你要不要去摸習近平的毛呢？是不是？沒有選擇，對不對？所以我們兩邊毛都要摸。問題是兩邊的摸法不太一樣啊，然後兩邊對我們的所求也不太一樣，然後兩邊對我們的依賴也不太一樣啊，所以我為什麼一講我說台灣人要懂大國政治就在這裡，我們不能只看大陸，這個習近平手很軟，我握完手就很高興了，像雲朵一樣。對，那萬一川普手也像雲朵，你怎麼辦？很可能啊，對不對？我們看中國人看相講說大富大貴人手都很軟呢，對，我們不都這樣說嗎？那你覺得川普手不這樣嗎？我猜川普手一定更大一點吧。好，那重點是什麼呢？我們得看懂自己，看懂國際之後看懂自己。台灣什麼？台灣一直是一個很大的籌碼。你說台灣是不是籌碼？是籌碼。台灣可不可以交換？或許可以交換，或許可以交易，但問題是代價多高？希拉蕊時代不是那些蘇魯文就跟他講說，這個有人說我們可以這個拋棄台灣，然後換這個貿易平衡什麼國債，說這個希拉蕊說這可能是一個想法，我們來想想看，是它是一個籌碼，問題是值不值得？你要換什麼回來？所以為什麼我們罵卡特笨？你沒換東西回來，你換了很大東西回來，你說換了半個中國回來，那值得。
但你沒換到東西回來，那就不值得了。台灣也是一樣，今天台灣是一個籌碼，現在川普看懂了，其實很多人都看懂了，台灣非常值錢。問題是什麼？台灣人沒看懂，有些台灣人沒看懂台灣對美國有多值錢。我們想把話講白，川普要 MAGA， 沒有台灣，他做得到嗎？做不到，做不到，因為他的 AI 就沒有了。對啊，川普要對抗中共，沒有台灣做得到嗎？他沒有他的生產力，對不对？对，所以川普現在對抗中共也好，要 MAGA 也好，他都要台灣。所以現階段台灣跟美國有平行利益。講得再具體點，台灣跟川普個人野心有平行利益，我們要好好用這平行利益。這第一個。第二，台灣是個關鍵棋子，當然是。你說台灣不要做棋子，那是骨氣，那是骨氣。但你得認清現實，認清現實下再有骨氣，那非常好。你認不清楚現實又沒有骨氣，那就非常不好。對，對不對？啊，你握了一個手啊，覺得像雲朵，握了另外手也像雲朵，你怎麼辦？對不對？那時候你沒握到，你不知道。但你握，你去握握看，握到那個手的那個感覺什麼樣？說不定也像雲朵，那你怎麼辦？所以我自己講，我說你不能夠說，看你一邊覺得沒事了，更何況就是，如果一個像雲朵手想吃掉你，一個像雲朵手想幫助你，那你怎麼選？你怎麼選？看懂國際政治，然後看懂自己的位置，然後恰當擺放自己，這個才是最高明的策略。那你說川普會出賣？可能啊，有可能，我不能說完全不會，因為萬一價錢夠高的話，他真的可能出賣了。但是問題是，高到什麼地步才會讓他願意放棄台灣嘛？對，你得算這件事情，這第一個。第二，萬一真的川普放棄台灣的話，那國會放棄台灣嗎？美國國會放棄嗎？可能不會，因為卡特的放棄台灣的時候，美國國會搞一個台灣關係法出來。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地位優於國際條約，這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它位階是比較高的。所以台灣關係法裡面講說，要給台灣提供足夠的武器，然後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要維護足夠力量，嚇阻侵略。這都是台灣關係法講的兩個重點，現在還是一樣。所以翻成白話，美國今天輸到台灣，第一，全盤皆輸。如果川普輸到台灣，他在國內呢可能要受到彈劾，這是他面臨很具體的問題。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提醒他們，你不要犯錯，你不要犯錯。那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要幹什麼呢？拖大國下水。拖大國下水。我一直在講說，台灣人不能老當模範生，我們必須時好時壞，時好時壞。國際政治本來就是很殘酷的事情，本來就很現實。是，一直當模範生會被大家欺負，會被大家看不起；一直當壞人會被大家圍毆。時好時壞，時好時壞，時黑時白，時黑時白，才是最大的自保之處。那梅老師，你在我們節目一直在強調，我們台灣小國一定要看懂國際秩序。對。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有好玩在於，你從俄烏戰爭，你再從這個所謂的伊朗的戰爭，我們就覺得感覺到，第一個，你在俄烏戰爭裡面你要學到一個是，你要自保，你一定要有強大的武器。如果今天烏克蘭沒有發展出它這個強大的無人機系統，它早就被這個俄羅斯生吞活扒了。你要美國不可靠，歐洲不可靠，所有都不可靠。它最後，它現在唯一可靠的是它自己的無人機系統，而它這套無人系統還可以外銷到國外去。再看伊朗，伊朗也是一樣，它不斷去創造籌碼。它為什麼要當壞小孩？我就是在壞小孩的過程裡面，我就是讓你美國不舒服，我讓你美國難過，我就卡你美國的脖子。我卡你美國脖子裡面，雖然不對稱，我就有談判籌碼，我就有談判籌碼了，我就活下來了。對，我覺得這個學到我們就是說，第一個你要創造談判籌碼，談判籌碼是你要讓對方不舒服，然後我要有能力讓對方不舒服，這個就是你在節目中不斷的告訴我們的事情。对啊，大家常常覺得說這個，我得先說明一下哈，這個。我下了熒幕之後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人，我是一個很好的人，非常 nice 的一個人。但上了節目或者說教學生的時候呢，必須講得非常血淋淋，非常現實，因為這是國際政治的本質。所以我在台大上課的時候，上國際政治的時候，開宗明義第一堂課講說，國際社會是一個叢林般的社會，是一個弱肉強食、生吞活剝的社會。大家要認識這個本質之後呢，才曉得說我們怎麼活下來。必須是這樣，對不對？關鍵時候誰來幫你？所以不是什麼按照國際規則、遵循國際的範例，然後我們好好的做一個乖寶寶，不是這樣。於我有利的時候，我遵循國際慣例；於我無利的時候，我不遵循國際慣例，不就這樣子嗎？好。所以，但你剛剛說很有道理了。台灣現在呢，第一要借鑑俄烏戰爭，
第二借鑑這個中東戰爭，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內部必須團結。這個現在你看到烏克蘭裡面有些人本來不團結的，尤其烏東地區講俄語的或者俄國裔的這些人，他們不想打這場仗，甚至想這個破壞烏克蘭，想投降什麼等等。那台灣當然也有這些人，所以這個我們得注意。但是以色列裡面呢，對於阿拉伯人是沒有妥協的。以色列人大概只是對納坦雅胡不妥協啊，或者由以色列人對納坦雅胡不妥協，但他對這個伊朗呢，他是不會妥協的。好，那這是第一個，所以我們內部要團結。第二就是不管哪一個黨派，不管內部鬥爭成什麼樣，你得看清楚國際的走勢。國際趨勢是怎麼樣的？然後呢，優劣利弊是什麼？我們的國家利益在哪裡？這點大家必須看懂。第三呢，就是剛剛你說的人助自助者。烏克蘭今天大家願意幫忙，為什麼？他願意挺身保衛自己。因為烏克蘭如果不保衛自己的話，那波蘭就非常危險。對，波蘭危險，羅馬尼亞危險。當波蘭、羅馬尼亞危險的時候，那歐洲就危險了嘛？不就是這樣的嗎？所以烏克蘭就站起來的時候，歐洲為什麼願意幫他？哎。他蠻有決心的，他不但保衛自己，他也等於保衛了我們，他等於就是礦坑裡的金絲雀，或者說我們的第一線，他擋住了就擋住了，所以現在我們來幫他擋。台灣也是一樣，大家現在設想一下，台灣如果沒有擋住的話會怎麼樣？第一島鏈，中共出第一島鏈，中共不但出第一島鏈，中共說明稱霸亞洲，中共稱霸亞洲之後，各國會倒過去，美國必須離開亞洲，當美國離開亞洲的時候，美元可能崩潰。美元崩潰之後會怎麼樣？他的債務就要全部重來，爆掉了嘛？爆掉了，美國就爆掉了，對不對？哪一個美國政府，哪一個美國總統都爆掉了。所以美國會看到這一點，這點應該慢慢推，大家也都看懂了。所以我們這個天助自助，人助自助者，我們必須自強。那自強最簡單就是我們要備戰，備戰才能求和平。這我們講了很多次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今天我還是這句話，所以落實到最後就是，我們國會裡面、立法院裡面要必須推軍購案，那4700億必須回來，你不管有什麼辦法，你必須回來。對，我們必須打造自己的軍工系統，而不是單是靠外購。大家都說外購不可靠，那既然外購不可靠，為什麼自己做你都不給？對，這才不合理嘛。那另外一點就是對中國採取攻勢作為，你說我對他和平，他對我和平了，沒有這種事。你對他採取攻勢和平，說不定你對他採取攻勢作為，說不定他對你才比較和平一點點。所以我這樣講，我說也不是要做壞小孩，而是時好時壞，時好時壞，這樣子對台灣來說呢，才是爭取最大國家利益的機會跟可能性。而且你這樣強調，就是時好時壞的最後的根本就是台灣有沒有實力做時好時壞。對，那實際上從烏克蘭來講的話，這個就講說，我們的和平不是一個備忘錄，也不是一紙合約。所以你剛才強調說，我為什麼一定要去通過軍備？台灣為什麼就發展這個無人機的系統？那你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出來說，為什麼鄭麗文這些人他們要去阻擋台灣的軍備？你才會覺得說，那個根本就是在危害台灣的這個利益。所以烏克蘭還給我們另外一個教訓，他們原來不是有明斯克協議嗎？對，對不對？沒有。明斯克保住他嗎？沒有保他。當年9國公約保住了中華民國嗎？也沒有啊，是不是這樣？所以你自己不保住自己的話，別人不會來幫忙。中華民國站起來抗戰的時候，大家就來幫忙了嘛。不就這樣？那今天也是一樣。台灣如果不幫自己的話，誰會來幫你？不會的。所以不是誰相不相信的問題，是你有沒有能力來應付這個世界變局的問題。當你有能力應付的時候，大家就會來幫你。就這個，簡單說了，大家都曉得台灣現在非常重要。台灣跟所有國家有平行利益，甚至有共同利益。我們若出問題的話，不要說出美國出問題，日本、南韓、歐洲各國都出問題，世界主流國家都出問題，然後讓中共得勢，大家都看懂了。所以台灣還有人看不懂，我還真不明白。好，那我想世界是一盤棋，是。就明老師一開始講，我都沒有想到說原來川普其實想要離開中東，不只是因為他內部的通膨問題，不是他的其中選舉問題，而是這個戰爭如果再發展下去的話，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全球布局？是，會不會影響到他去應付全球這個所謂的戰略上面，他能不能繼續的游刃有餘？台灣居然是深陷其中，所以就從明老師這邊講的，你要看懂世界的趨勢，但看懂世界的趨勢裡面，我們也從中得到很多的教訓。這個教育就是，
你必須要夠強大，你必須要有反擊的能力，你必須要讓你的對手不舒服。你越能夠讓你的對手不舒服，讓你的對手忌憚，你才有安全的可能。对，非常謝謝明老師今天幫我們上的課，謝謝大家。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網购是這樣直接進来。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